2022年，一则新闻在社群媒体上疯传，在某个偏远国家，一名母亲因为家中极度贫困，孩子发高烧却无钱就医。她绝望地坐在家门前，一位陌生旅人经过，见状询问后，竟从背包中拿出了一小包盐。是的，不是药品，不是现金，而是一小包看似微不足道的盐。这位旅人教他如何用盐水替孩子退烧，补充电解质，奇迹似的，孩子逐渐恢复，活了下来。这不是什么神迹式的医疗，而是盐的基本功能，却在最需要的时候发挥了最大的意义。读到这里，你会不会想问，我们的生命也能像这样一包盐一样，在关键时刻成为别人的拯救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马太福音5章13到14节。这不是建议，不是选项，而是身份的宣告。但盐与光真的这么重要？我们又要如何在这个五光十色、资讯爆炸、价值混乱的世界中做盐做光，而不是被这世界吞噬呢？想象一下，若耶稣活在今日，他是不是可以说，你们是这世界的钻石，是这世代的雷射光束？听起来闪亮又潮流，感觉会更吸引人。但他没有，他选择的是盐与光，这两样在当时甚至现在都非常不起眼的东西。盐便宜普通，但能保存食物、调味、医疗。光我们天天接触，却常忘了它的宝贵。黑暗中的微光能指引方向，驱走恐惧，揭露真相。耶稣的比喻总是简单却深刻，这句话不是在称赞我们很厉害，而是提醒我们，你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让世界不再腐败，不再黑暗。这不只是形象，而是一种召命。盐会失去味道吗？现代科学会说，纯盐不会变质，但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巴勒斯坦地区的盐多是从盐湖或死海中提取，混合了许多杂质。如果受潮，真正的氯化钠会流失，剩下的就只是白色粉末，看起来像盐，却再也没有咸味，只能被丢弃。耶稣就是在说，那些名义上信主，但生命没有真实改变的人，就像这些失味的盐。这句话不只刺痛人心，也带来提醒，我们是否也在失去味道？在办公室、家庭、朋友圈，我们的存在有让人看见不一样的价值吗？还是我们只是融入环境，不带来任何改变？现代人最怕的不是痛苦，而是无感。对善恶无感，对信仰无感，对别人无感，当盐也变得无感，它就没用了。再来谈光，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不是舞台上的聚光灯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。聚光灯把焦点拉向自己，而光，真正的光，指向的是路，是方向，是希望。光的使命不是让别人说哇哦好亮，而是让人在黑暗中找到路。我认识一位基督徒老师叫 Grace， 她在一所升学压力极大的高中教书。她不常讲道，不贴 Bible verse， 到处宣传，但她总是微笑，有耐心，愿意为学生多做一点。某次他默默资助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参加毕业旅行，没说是他做的。几年后，那位学生回来探访时说， Grace 老师，当年我几乎想放弃人生，
是您让我看见人间有光。它就是那盏小小的灯，放在黑暗的角落，不是为了自己被看见，而是让别人能看见。如果你想做盐做光，你就要准备好不合群。在职场，当大家都在用不诚实手段达到绩效，而你选择诚实，可能会被认为不够精明。在家庭，当你选择原谅而不是报复，可能会被说太懦弱。在朋友中，当你不跟着一起讲别人坏话，不参与低俗笑话，可能会被当成扫兴的人。但请记住，光永远比黑暗不合群，盐永远比腐败格格不入。做光做盐，不是为了得人称赞，而是为了荣耀神，拯救人。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得很清楚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马太福音5章16节。有时候我们会怀疑，这个世界这么糟，我一个人做得了什么？这就像有人问，这一包盐怎么保存一整头猪肉？答案是，只要足够分散渗透，整个肉都能被保存。教会不会需要每个人都成为讲道者或领袖，但只要每一个信徒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出咸味，照出光芒，就足以改变氛围。你是设计师，你可以用创意传递价值；你是工程师，你可以在城市里坚持诚信与良善；你是家庭主妇，你可以在亲子中活出信仰真实；你是学生，你可以在学校里活出不随波逐流的勇气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真理，我们本身不是光源，我们只是反射光，就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。我们要连结与耶稣这真正的世上之光，我们才能发光。靠自己，我们的盐味有限，我们的光也会熄灭。唯有每天与神建立关系，浸泡在他的话语中，在祷告中亲近他，我们才不会失味，才不会熄灭。所以做光做盐，不是靠热情，不是靠努力，而是靠连结。结语，你正是神摆放的盐和光。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故事，那一包盐在绝望中救了一条命。今天的你，也许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也许没什么声势，但你是神刻意放在这个世界的一包盐，一盏灯。你不需要轰轰烈烈，你只需要真实、勇敢、坚定地活出信仰，世界就会因你而不一样。有人会因你而止住腐败，有人会因你而看见盼望，有人会因你而走向那真正的光，耶稣基督。因为他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不要怀疑，你就是神为这个世界预备的味道与光明。